这趟仙门之巡，你究竟经历了什么？师兄，你说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除妖驱魔，护佑天下苍生。难道你上天走了一遭，竟把道心丢了？护佑苍生，好一个护佑苍生！欢欢，那若是历经万难，终得正果，却成了他人的盘中餐呢？什么？师兄，若是这样，你说这仙还要不要修？我那时便知道，仙门之上定有惊天肮脏。修仙第一日，本尊便寻到一处灵气浓郁的山头。耶，无真棒！今夜便在此处安寝。虽说简陋了些，但问题不大。草堆也是床，清风也是被。修仙之人不拘小节。啊！仙长救命之恩，小子没齿难忘。举手之劳罢了。那狼妖已被本尊赶走，尔可安心。仙长，我无处可去，也无甚本事。若仙长不嫌弃，我愿拜您为师，做牛做马都行。下山第二日便捡到徒弟，无这运气，妙啊！既如此，本尊便收下你了。从今往后，你就是吴座下大弟子。弟子拜见师尊。师尊，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正是此处，你看，这草堆便是为师昨夜留下的印记。印记？这也能叫印记？这也太……口出污言，不敬师长，禁言。我这刚拜师就上贼船了是吧？行，您别站那看了，把木头递给我。吴屠虽是凡人，却心灵手巧，收得直。不错不错，这木屋甚好，今晚不必露宿了。耶！您高兴就好。师尊，灵草熬好了，趁热喝。口感甚妙。徒儿，尔资质上乘，日后必大有作为。少画饼，快点喝，一会儿凉了还得热。少年人莫要心急，为师明日便带你下山历练。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虽然听不懂，但总觉得不靠谱。好汤，喝完了就放着，我去刷锅洗碗。徒儿快看，这兔兔灵兽娇憨可爱，与本尊有缘。您高兴就行。从今日起，它便是吴的灵宠了。徒儿，再给兔兔搭个小窝吧。不搭。搭一个嘛。行。顺利获得兔兔灵宠的精巧小窝，耶！我又采了些新鲜灵草回来，兔子应该爱吃。徒儿有心了。咦，他怎么吃完就睡了？安神草都混进去了，无图变草的本事实在令人担心。徒儿，这几株是安神草，我拿错了，连只兔子都差点被我照料得昏昏欲睡。您别管了，我出去一趟。至晚间，他竟又搭了一间木屋，看来脸皮薄也是好事。从今往后，我睡这屋，咱们分开。可？徒儿，开门！大半夜又折腾啥？还不赶紧睡觉？兔兔他甚是思念你啊！趁其愣神，关门上锁，一气呵成。天杀的！你自己把兔子玩疯了，送我这儿！别提了，你别咬我衣服！吴屠中气十足，内力浑厚，甚好，甚好。一觉醒来，清风朝阳，心情大好。兔兔，还是你最乖。
粥好了吃。他眼下乌青，想来昨夜陪兔兔修行甚勤。这一株名为凝露草，这一株是回春叶，这一株不可混淆。好，我记着呢。颜色浅的是药，叶脉反卷的是毒，记住没有？记住了，这几株我能分出来。原来修行也不全是筑草堆和养疯兔子，教到一半便卡住了。无图悟性，竟不能过目不忘。认真辨别，为师回来抽查。知道了，你快去吧，别又把兔子弄丢了。兔兔一路窜入山林深处，倒把本尊引到了一处好地方。灵泉，此地灵气充裕，正适合带大弟子来修行。兔兔，兔兔，你去哪儿了？大胆胡妖，把吾的兔兔放下！哪儿来的修士，多管闲事！找打！谢尊饶命！谢尊饶命！不怕不怕，兔兔乖，已无事了。你既败了，本尊取你妖丹也不为过。谢尊开恩，小妖修行不易，求您留条活路。取丹哪有收徒合算？可愿拜在本尊名下？愿意，愿意。弟子拜见师尊大人。耶，二弟子也有了。我可不太养狐狸啊，这玩膏吃荤的，搞不好把你兔子吃了。要不你再想想，养个别的吧。见过大师兄。不是，这怎么还会说话？大师兄放心，我已拜师，往后便是自家人，绝不碰师尊的兔兔。正是如此。出门一趟，师尊又捡了个徒弟回来。大师兄，我发现山林深处有一处灵泉，不如同去修行小妾。灵泉？那倒可以去看看。大师兄，师尊平日里也总这样吗？何止，总能干出点离谱的。难怪师尊看着便与众不同。你是不知道，第一天带我回山，就给我看个草堆，说那是他留下的记号。还有那只兔子，半夜闹腾了就往我手里一放，转身就走。师尊真是……师尊确实别具一格。晚间他二人竟同榻而眠，留吾与兔兔独守空房，岂有此理！夜半烛火通明，言笑言言，竟全是在吐槽本尊，不堪入耳。哼，禁言。师尊，我们已乖乖睡觉了，这就睡，马上睡。这还差不多。昨日教你的灵草，现下说来听听。这个是凝露草，这个大概也是。错了数处。我昨天都没怎么睡。罚你去砍柴，另再修一间木屋。知道了。修仙第10天，随为师下山历练。好嘞，师尊。救命啊！妖兽入营了！大体儿救人，二儿子随吾迎敌。看我的！村民往后退，受伤的到我这边来。这都算我的，想一刀到底。还有那边那只，别跑！二弟子年纪虽小，武力却颇为不足。这是止血的，这是疗伤的，别抢，都有。仙长大恩啊！要不是你们，我们村今日就完了。这位小仙长还给我们分灵草，真是活菩萨。师尊，我斩了最多，不错，头功记你。妖丹都收好了，妖兽身上还搜出不少灵石，数10颗地阶妖丹，外加灵石若干，此战收获颇丰。仙长们务必收下这些吃食，不然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斩妖除害本是分内之事，不必如此。都是乡下人家一点心意，仙长万万莫嫌弃。诸位心意本尊领了，食物卷不必了。仙长，您若不收，我们实在难安。是啊是啊，就当让我们报个恩吧。罢了，那便收下些许。师尊，我今后定要加倍用功修行，保护更多人。
我也是，我也是。以后再有妖兽来，我冲前头。吾徒志向高远也，日后定将师门发扬光大。师尊，我一直忘了问，咱师门如何称呼？刚刚其他妖兽问我一时都不知该如何应答。对啊，我竟一直没问。哼，咦，竟忘了这档子事。无妨，路上起一个便是。大头儿，做个牌匾来。知道了，知道了。师尊，名字想好了。自然，天地盟。好名字，一听就很厉害。是比没有强。自挂上牌匾后，天地盟终于像个正经师门了些。二师弟，这边木头搬过去，练功房先搭。好嘞，大师兄。草药房也得收拾出来，不然灵草堆的到处都是。仓房交给我，我跑得快。这两个徒儿合作起来倒是十分顺手。这些灵石拿去购置炼丹炉。行。师尊，我去采灵草，保准这回不采错。尤其不许再混进昏睡草。记着了，记着了。成了，洗髓丹、凝气丹都成了。这丹吃了真没事吧？本尊亲炼，能有什么事？张嘴。哦，好。洗金伐髓会有些疼，忍住。还真不是有些。不错，入炼气了。至于你，这颗丹可洗去妖性，补补修为。多谢师尊。我感觉浑身都轻了好多。此乃本门功法，你二人都记好，往后专心修行。弟子记下了。弟子也记下了。徒儿们修行，本尊便与兔兔去灵泉玩耍，甚是尽兴。兔兔，来这边。师尊又带兔兔出去玩了。随他去吧，饭点能回来就成。开饭了。师尊，筷子。甚好。大弟子巧手烹煮，二弟子拿碗递筷，本尊端坐等吃。天地盟一派和谐。一月过去，宗门上下已颇具规模，是时候广纳贤才了。本尊决定发出招募令。行啊，那我是不是很快就有3师弟、4师弟了？这就是宗门，蜃楼速走，还不如我家后院宽敞。走走走，白跑一趟。10人来9人跑，这成效着实一般。大徒儿也觉得宗门甚漏。谁说漏？哪里漏了？这可都是我一砖一瓦亲手建起来的。师傅，您看这儿，练功房是我搭的，草药房是我搭的，连仓房的门都是我削的，谁敢说漏？不愧是吴的大弟子。二徒儿，你说。师尊莫恼，是那些人不识好货嘞。此子奸猾，但言语实在中听。发出招募令半年后，本尊终于等来了第3个徒弟。师尊，我想拜您为师。是个凡人小姑娘，貌美能吃，且话痨，不是巨话痨。但她根骨不凡，资质上乘，尤其擅长炼丹制药，这徒弟得收。可往后你便是吴座下3弟子。弟子拜见师尊，师尊您真好，我一定好好学，绝不给您丢脸。兔兔，来，让本尊抱抱。师尊这么喜欢兔兔啊？自然。为什么呢？是单纯喜欢兔子，还是喜欢毛毛茸呢？若是喜欢毛茸茸，那什么毛都可以吗？二师兄的狐狸毛，你喜欢吗？你也会抱着二师兄吗？二师兄也喜欢被您抱着吗？你们会不会产生，什么除了师徒之外的别的感情呢？啊，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而已。所以，还有吗？爱徒，救救为师！别闹，我忙着呢。炼丹炉不够用了，得去再买点。自从3徒弟来了以后，丹药产出大增，修为提升飞快，相应的物资消耗也变快了。所以到底有没有呀，师尊？徒儿，要不为师再新传一道功法于你？真的？好啊，好啊。此女甚爱钻研，一旦得了新功法，果然立刻安静。往后几天无人打扰，
甚好。这个鸡腿不能动，为何？这是留给小师妹的，她这几天一直埋头苦修，累坏了，得好好补补。还有这条鱼，也一并送去。好嘞，大师兄，不许偷吃啊！我什么时候偷吃过？鸡腿飞走了，不吃了。行了，试试这个。我研制的新菜酥炸鸡胸肉，用草果腌过，裹上面粉炸的，外酥里嫩，比鸡腿好吃。当真不错。还是大弟子最会做饭。招募令撤了，撤呗，反正也没人来。修仙在精不在多，只要将眼前这3个徒弟培养好，便是最大的招牌。不好了，兽群冲上山了！来的正好，我正想试试新功法。二师弟，左边交给你，别让他们冲进草药房。放心吧，大师兄。正赶上3弟子出关，这场来的倒巧。都别抢，这几只先给我练手。不对啊，不是说这里住的是个破落户吗？哪有这么凶残的破落户？跑都跑不掉，他们3个把我们围中间了。别打了，别打了，我们这就走。现在想走，晚了。左边那只交给我，这只归我。师尊，晓得了，一起去山下历练吧。真的？耶！终于能下山了。那我去收拾包袱。年轻人喜欢新鲜热闹，更何况他们功法刚进阶，的确该出去历练一番。师尊，我们走了，回来给你带好吃的，记得按时收灵草和丹药啊。师尊，我们会想你的。去吧去吧，莫要给师门丢脸。待他们真下了山，天地盟便只剩吾与兔兔，竟有些寂寞。兔兔，山上怎么忽然冷清了许多？无人做饭，无人吵闹，无人被本尊收查功课，竟有些不习惯。罢了，下山溜达一圈。别拦我，让我死了算了。仙长何必救我？性命可贵，死了便什么都没了。有何难处，说来听听。小生寒窗苦读10数载，到头来一场空。前路无望，回家无言。一次失意罢了，未必就是绝路。人活着，总还有转机。今日若你跳下去，岂不是连明日都看不到？那才是真正输。仙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功劝阻，功德一件到手，耶！仙长，小生愿拜您为师。又来一个徒弟，妙啊！灵性一般，体弱多病，这资质着实普通。尔若无处可去，可先随吾回宗门暂歇，赏玩几日再说。多谢仙长。你流连数日不归，可是不思家焉？名落孙山，不敢回家。哦，原是个落底书生，修行甚苦，恐尔不坚。小生寒窗苦读10数载，自以为饱读诗书，盼着一朝成名，报国救民。岂料官途深沉，宦海复杂，非我等微末之辈可染指。因此心灰意冷，欲了此残生。若非仙师搭救，小生此时已魂归地府。你我相遇，即是有缘。仙师不仅救我性命，还耐心开解，指点迷津，小生感激不尽。此生愿归仙师门下，终生供仙师驱使。虽资质寻常，这份心倒是诚。既如此，本尊便收下你。从今往后，你便是吾的4弟子。弟子拜见师尊。此子虽弱，但可用寿元丹调养，绵延寿数还是不在话下的。然而4弟子不善厨艺，不善修剑，不善炼丹，不善采摘，因此本尊的工作量大大增加，甚累。盼大弟子速归的心情与日俱增。师尊，
弟子帮不上忙，心中实在不安。小生最善对弈，不如陪师尊下一局。吾不会，那小生给师尊弹奏一曲如何？可，吾会听。那弟子献丑了。此曲倒是不错。师尊，看来师尊是真累坏了。徒儿，宗门诸物里，儿可将各类功法心结分类篆抄。这个弟子能做，甚好。多谢师尊信任，总算给这孩子寻了个合适伙计，两相欢喜。3名弟子外出历练已半年有余，竟还不见归来，不对劲，得去寻他们。师尊，师尊救命！有人抢我们东西，还打人！您快去帮忙！大师兄和小师妹撑不住了。师尊，您快去吧！他们不讲理，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他们。衣衫凌乱，脸颊青紫，显然挨了不少拳脚。速速指路！在前面，就在前面。有本事冲我来！抢别人辛苦打下的妖丹，算什么本事？算什么本事？算我们拳头大！弱肉强食，不服憋着。为何恃强凌弱？谁让你们弱呢？不要脸！明明是我们打死的妖兽，他们偏向来抢妖丹。那又如何？被我们万剑宗看上，是你们的福气。大徒儿，张嘴。师尊，别说话，先护住心脉。坐下，运功调息。可是师尊，坐下。是。既如此，那便与本尊比划比划吧。一起上，把这老东西也一并收拾了。放肆！怎么可能？撤！快撤！2回合而已，不堪一击。何门何派，竟然敢惹我们万剑宗，报上名来，来日定上门请教。天地盟是也，怎样？有种过来跟姑奶奶单挑啊！姑奶奶等你，贼种！下回别跑那么快。师尊，大师兄这是怎么了？被那群不要脸的打的。等我修为上去，非把他们脑袋拧下来不可。先别说了，把人扶进去。好。原来这便是大师兄和2位师兄师姐。师弟好，回头再跟你细说。你就是新来的4师弟，长得还挺文气。见过2师兄，见过3师姐。见了新师弟，他们倒也有几分喜色，气氛不至于太沉。疗伤丹、凝气丹、增元丹都得加班练，可宗门资金拮据，材料又短缺，产出着实有限。师尊，先紧着大师兄吃，大师兄一直站在最前面护着我俩，我俩都是轻伤，不要紧。对，先救大师兄，我和2徒弟扛得住。师尊，可是缺钱？终于有我能帮得上的地方了。师弟家很有钱，只是一般人家。那你如何帮？难不成也去抢？是这样的，我早年求学之时，曾遇到过一个道士，他偏说我气运极佳，硬要传我八卦奇门之术，我拗不过，便随他学了皮毛，虽不精通，但占卜吉凶、寻各把宝物还是可以一试的。当年进京赶考时，也正是借着这个本事，才顺利走到京城的。真的假的？你还有这本事？那还等什么？快带路啊！走，去后山看看。师尊，往这边。我也去。你歇着。我能走，
你都快散架了，逞什么强？大师兄，我扶你。就在这下面。啊，矿洞！还真让你找着了。果然在后山发现一口矿洞。灵石、矿精、药材，这地方物资竟如此丰富。发了！这回大师兄的药够了。谁还说咱天地蒙穷？师门有耳，大幸也。师尊过誉了，只是些不入流的小玩意儿罢了，不必过谦。有了这些，就可以多炼些丹药。竟然还有这个！此物可炼寿元丹，于尔大益。给我？不给你给谁？原来师尊一直记着我的身子骨弱。快装，统统带回去。回去就开炉炼丹。一行人满载而归，心情大好。物资一充给，天地盟总算缓过这口气了。调理丹先练，增元丹也不能断。我来打下手，火候交给我。灵草我分好了，这边是调理的，那边是补气的。我把药性都记下来，免得混乱。几个徒儿各司其职，倒真有些兴旺宗门的样子了。大徒儿，张嘴。幼稚，少废话。行。大师兄怎么样？命保住了，剩下的慢慢养。等我好了，非把万剑宗那群王八蛋打回去不可。我也是，这口气我咽不下。丹药制成后，不仅够疗伤筑基，竟还有余力修整宗门。门头该修了，外头看着太寒酸。修。灵田也得扩，灵兽栏再圈大一点。还得再添几间屋子，炼丹房也得翻些。若再布置些桌椅书架，弟子们休息也方便。都修，都添。门头修了，灵田扩了，灵兽养殖也添了规模，屋舍增了数间。师尊，你看这边我还搭了个秋千。修仙宗门，你弄秋千干什么？丰富精神生活啊。我觉得挺好。精神生活也很重要，繁荣度大大提升。账册给我，今后宗门出入我来管。也好，那便交给你。你明明高兴得很，胡说。我去练剑了。我去炼丹，顺便练功。这么勤快？上次那顿打，我记着了。我也记着，早晚一雪前耻。受辱之后还能把火气都用在修炼上，不错。司徒儿，这寿元丹你且服下。多谢师尊。我感觉身体轻快了许多，连气息都稳了。那就跟着我学着管事。是，大师兄。这孩子不仅脑子活，画工居然也极好。司徒儿，把各类灵草图样画出来，供众徒学习。这个弟子擅长。画的真像，连叶脉都一清二楚。总算不是个只会念书的呆子。多谢三师姐夸奖。谁夸你了？如此一来，天地芒日渐鲜红，本尊甚是满意。好风，好树，好教。这一日，无正于林间醉卧小憩。不对，这气息，黑雾滚滚，雷光劈落，竟直朝宗门而去。应无弟子渡劫才是。坏了！都别乱，先护住乌错。我没受伤，师弟谢妹你们呢？我也没事。法阵未破，应是外力所致。都无事便好。可这雷来的古怪，分明不是天劫。天天无耳，速速滚出来！荣耀天天，快给我滚出来！他叫的是师尊的名讳吗？有何不同？这弟子不敢妄言。
不愧是师尊的名讳，霸气中带着一丝俏皮，甚是清新脱俗也。说得好，此子说话确实中听，怪不得吴总喜欢与他聊天。小天天，你好大的架子！我叫你那么久都不应一声。谁请你来了？不请自来是为贼。看样子不是来打架的，像是师尊的熟人，是同乡吧？口音听着都一样。可来者不善。好久不见，活动活动筋骨，正有此意。去外面打，别坏了吴的宗门。小破地方，宝贝的跟什么似的。试试。一场打完无胜，一下手还是这么黑，承让。来都来了，进来坐坐。谁稀罕坐你这破地方？此为何来？而商武宗门弟子来讨公道也。那个万剑宗是你的？正是，比得这破拉户不知强上多少倍，嘴还挺硬，偷袭可耻。而管教不严，纵容弟子恃强凌弱，强取豪夺，险些伤我爱徒性命。吾只略加教训，以示宽容，尔竟还敢上门讨公道，尔才无耻！你三徒儿，说。他们抢我们的妖丹，把大师兄打成重伤，还说被万剑宗看上是我们的福气。我脸都被打肿了。若师尊晚来一步，小师妹也撑不住了。这的确是吾的不是，回头吾自会严惩他们。哼！龙傲天天，尔不要得理不饶人。手下败将，焉敢狂吠？来，再打！来便来。激战之后，无又胜。哼，别哼来用饭。吾大弟子手艺甚妙。这位宗主看着真抗揍，跟师尊一个德行。西门欢欢，万剑宗宗主，吾昔日好友。你们瞧，我先前就说了，这人肯定跟师尊是同乡，不仅口音一样，连起名风格都一样。确实别具一风。谁稀罕这些破烂儿？我们万剑宗有的是好吃好喝的。张嘴。这是什么东西？也就一般。那你倒是别加第二块啊。第3块也下去了，第4块了。食不言，寝不语。这厮嘴硬归嘴硬，胃口倒是很诚实。不是不稀罕吴这些破烂，你这兔子养得挺肥。少扯别的，今日风挺大。这人脸皮也很厚啊。西门欢欢在天地盟小住数日，竟一直不见归意。你不需要回去管理宗门事务，宗门人数众多，诸事皆有章程，无需吾亲自处理。小天天，论起这一点，你实在不如吾。瞧瞧你收的这几个徒弟，人数少就不说了，资质也不行。哼，一个中优，一个孱弱，还有一个是狐妖，也就那个女娃子还说得过去，眼光实在不行啊。战否？你打得过我有甚用？现在比的是教养徒弟，就你现在这样子，等到100年考核的时候，看你怎么办。提起考核，我才想起当初接下仙界任务时，确实有指标在身，如今一算，好像还差得很远。吾进度可比你快得多，若你求求吾，吾也不是不能告知于你。滚！荣耀天天，你又来这套！吾大意了。西门狗贼明面上鄙夷吾的弟子们，暗地里竟然高薪诱哄拐败。他说万剑宗有的是天才地宝，都是洗金伐髓的圣品，提升资质最佳。他还跟我说我灵性悟性极佳，留在这里太埋没。他还说，若是能说动大师兄和小师妹，就把我和四师弟一起纳入万剑宗。倒不用如此侮辱吾等。然后呢？我拒绝了。我说不与小人为伍，尊下弟子行径实在可耻。那狗贼人呢？已经走了。我去揍他。西门宗主说，若被师尊知晓，定会大发脾气，所以提前备了厚礼，以示歉意。哦，还有事前万剑宗弟子抢无伤人的赔礼，也一并送上了。高阶妖丹，极品晶石，数额还不菲。师尊，你还追吗？追吧，打一顿再把东西拿回来。其实先收下赔礼也未尝不可。那便先饶他一马，下次一起揍回去。
便宜他了。下次俺也去。西门狗贼虽然讨打，却也提醒了吴一件事：百年考核没剩下多少时间了。都过来，本尊有话要说。师尊这语气不像好事。不会又要想新法子折腾我们吧？我先坐远一点。师尊请讲。时间紧，任务重，百年考核在即，诸位务必奋发图强。本尊慧眼识珠，尔等潜力无限，只要勤修苦练，未必不能后来居上。所以，你是先躺平玩了40、50年，才开始收徒的？并且还觉得我们几个能在比别人晚开始这么多年修行的情况下一举夺魁？啊，倒也没那么敢想，及格就可以，无不卷。那还要谢谢你喽。不要客气，快去修炼吧。谁跟你客气了？我就知道，见过不靠谱的，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至少师尊很坦诚。其实也没有40、50年那么夸张。刚接到任务时太困了，找了个山头睡了睡，没想到一睡就是20年。醒来之后忘了有任务，又玩了20年，如此而已，也还好吧。经过吴的动员，大伙儿倒真士气高涨。再来！我就不信追不上。今天必须完成这场练会。慢些没关系，总归是在进步。只是他们进步虽有，却还是太慢。有了。徒儿们，莫怪为师，实战才是最快的修行方式。下山寻妖兽，按妖力等级区分，再逐批赶入宗门。谁推我？前面怎么那么多人？去，都进去！全方位进攻，无死角历练，甚妙。又来！今天怎么还有？这群妖兽是不是疯了？别散开，守住阵型。众弟子避无可避，只能竭力应敌。如此连续交战数月，修为果然飞速增长。不错，不错，打劫了果然长得快。然，一日驱赶的正起劲，竟不慎被众弟子察觉。师尊，啊！原来是你！我说这妖兽怎么都跟着了魔一样，天天往宗门里扑。感情是你在往里赶呐！你知道我们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吗？你是真不做人啊！师尊，好手段，无威仪。告辞。你给我站住！今天非得让你也尝尝挨打的滋味。师命难违，这次该轮到师尊了。不过，尔等待力终究远不如吴。半月后，众徒终于摊了。别跑了！我们不追了，真不追了。你这是什么牲口体力？弟子服了。可是服气了？服。那明日便接着练吧。师尊，你这样不地道，我们一点都没有知情权。
那明日，本尊会提前提醒你们。我就知道没完。提前说和不说有区别吗？有的，至少心理上有准备。你闭嘴！来了，真来了！今天的钟声怎么听着这么讨厌？准备迎战，左侧我来补阵，二师兄护后。今日有备而战，尔等可别叫苦。我去！今天的妖兽怎么这么多？比往常多了1倍不止。这叫提前提醒。师尊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至少师尊言而有信。这种戏，谁爱手谁手。突然出现和有备而战，面对的自然不是同一个量级喽。不错，声势越大，进步越快。如此修行，转眼数年。天地盟3年，4位弟子皆已完成筑基。天地盟7年，3弟子突破金丹期。师尊，我成了。本尊早就说过，尔乃奇才。天地盟15年，大弟子、2弟子先后突破金丹期，3弟子更入金丹后期。嘿嘿，师尊，我没给你丢脸吧？尚可，你嘴角都快压不住了，胡说！天地盟20年，4弟子也终于踏入金丹期。多谢师尊教导。是你自己争气，五关众弟子修为思虑良久，是时候去找西门小儿了。缺钱了，又去万剑宗？我能去看热闹吗？你这话说的像是去亲戚家串门，但从结果来看，确实每次都能带回物资。会说话。龙傲天天，你又来干什么？迎战？你除了打架还会什么？哼，还会炼丹。雷光突刺，雷霆翻脸。战毕，无胜。你输了，给钱。你们天地盟已经破落到这个地步了吗？就硬靠打架来要钱？这都多少回了，一缺钱就来找我要。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直接与我们万剑宗结盟得了？就你那小破宗门，才几个人？万剑宗这些年扩张极快，许多宗门都与之结了仙盟，明面是盟友，实际多半成了附庸。结盟后，你会按时给我们天地盟提供物资？那没有，你得给我们万剑宗纳贡。那你说个球？你这人真是……有了这些灵石物资，总算能炼些真正顶用的丹药了。这回炼金元丹、培英丹。金元丹铸破金丹，重要；培英丹铸破元婴，都是重要。这也太烧钱了吧！正常丹药的几十倍都不止。难怪师尊隔三差五就去揍西门宗主。有约在先，不算揍，算求助。你管这叫求助？战胜者向战败者提一个要求，败者必应，这是吾与西门早就定下的规矩。所以师尊每次都把要求变成钱财物资。聪明。吾徒修为都进了瓶颈，正需此丹。成了吗？成了。真的？药性如何？按修为分类服用，不可乱吃。弟子记住了。明日无需再与妖兽作战了。师尊，你终于做人了！师尊，你真好。师尊，你现在说话声音真好听，连口音都淡了哎。谢师尊体恤。明日直接与为师对战。
你们可以一同上。我要亲自下场，我们对战。啊！那还算什么对战？肯定是被按着打呀！亲娘喽，这跟挨揍有什么区别？完了，跟妖兽打还有赢的希望，这下全完了。无命休矣。服用重丹之后，需尽可能激发修行者全部潜力，直接与无对战是最快的法子。拼了！今天非得碰到他一下！先困，再攻。次日，众徒全力奋战。力道不够，惨败。张嘴，疗伤丹。还来？再战！你是真不让人活呀！继续，再来一次，未必没有进步。如此数百回合，败了便喂药，喂完再战。善，终于熬过去了。明日继续。天地盟40年，修行总算见了大成效。2弟子突破元婴期，3弟子已至元婴中期。师尊，我元婴了。不错，我也不差。你向来争气。大弟子、4弟子均至金丹后期，虽慢一些，但也稳。我知道自己底子差，慢便慢些，弟子也会继续努力。还有10几年便是100年考核，照这进度过关应当不难。那便可以开始躺平了。都过来。明日起，便无需再与为师对战了。吾甚惊讶，吾徒竟已达此喜怒不惊的境界。吾教的这么牛。说吧，又想到了什么别的幺蛾子？或者更残暴的招数？你突然这么好，我有点害怕。确实，不太符合师尊一贯习性。真没了。难道这次要搞突袭？先给个假消息迷惑咱们？非常有道理。非常符合师尊不做人的习性。靠，他这次不会憋个大的吧？很有可能，咱们得好好商议一下。众徒弃我而去，竟无人信我。今天都别松懈。越安静越可怕。完了，师尊这次这么沉得住气，指不定是多损的招呢。轮流守夜，绝不可被他钻空子。次日，众徒整欲备战1日，未发觉任何端倪。我都说了，真没有。你别骗我们！后来，他们战战兢兢过了1年有余，仍不见动静。师尊，求你了，无论是啥招，我们都受着，挨打也甘愿。别再这样吊着我们了，实在受不了了。已经1年多了，连觉都不敢踏实睡。这比真挨打还折磨人。真没了啊！吾又不是西门欢欢那死卷狗，吾不卷。真不卷了？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再看看，吾一再表示，他们却始终不信。不过，即便这样，他们也从未懈怠在修行。照这勤奋劲儿，没准还能拿个中等成绩。直到又过了5年，他们才勉强相信，吾这回真没坑他们。看来这次是真的。谁知道以后呢？反正练着总没错。继续修炼。练，早晚把以前挨的打都赢回来。天地盟56年，宗门大比，100年考核，终于到了。如今，大弟子、4弟子皆已突破元婴期，2弟子已至元婴中期，3弟子已至元婴后期。这次，俺也去狠狠干一场。前10不够，我要更高。当初，吾与西门欢欢等一众将入渡劫期的修行者一同接到仙旨，
开门立宗，收徒传功，为仙界培养更多修行者，除妖驱魔，护佑黎民苍生。为激励众人，仙界设下100年考核，择优者可入上界，得一份机缘。吾与西门欢欢等人大多都卡在渡劫期的关口，只差一个机缘便可脱胎换骨，步入仙门。所以这场100年考核，谁都看得很重。此次宗门大比，不仅比修行境界，更比战力。那才有意思。能打就行，我最喜欢这个。抽签制，黑红两方，数字相同者互战，胜者晋级。都记住，擂台之上，轻敌最致命。不错，规则都记熟了，毕竟打起来才好看。大比结束时，最强卷狗万剑宗毫无悬念拿了第一。受时间限制，此次并无弟子达到仙界规定的指标，化神期最强的也不过勉强元婴后期，但这么短的时间，已算极厉害了。师尊，我不争气，没给你争到第一，要不然，现在去上界拿机缘的就是你了。吾先前一直担心别倒数，丢了面子，如今看来，吾徒志向竟比吾高远得多。无妨，能挤进前10已经非常棒了，尔乃奇才也。前10有什么用？第一才有机缘。小师妹，你已经很厉害了。能打进前10的，哪个不是怪物？师妹，你这一战也让天地盟扬名了。的确已经非常棒了，毕竟你们这个小破宗门能养出来4个元婴期，就已经实属不易了。你来干嘛？炫耀来了呗。总不能谁都跟我的大弟子一样优秀。他带来的正是此次头名。此人与3弟子一样，皆是元婴后期，但战力更高。他出手很会挑人弱处，招数也有些狠辣。也不是谁都跟吾的弟子一样优秀，仅用了旁人1半的时间，便修到了如此境界。1半时间，你果然又去偷懒了。不愧是你，这种事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怪不得叫卷狗。不错不错，没有辜负你们师尊厚着脸皮来讨的丹药。好好修行，能跟着你们师尊是你们的福气。不是要去上界拿机缘吗？怎么还不去？这不是想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吗？这位就是我的大弟子，此次魁首虽未达指标，但毕竟是最优者，我准备带他一起去见见世面。西门不愧是卷狗，连口音都硬生生给卷没了，听着怪怪的。提到3弟子只用了1半时间修到同境界时，那大弟子眼神闪过一丝微光，而且我总觉得此人有些面熟。师尊，是以前抢我们妖丹，把大师兄打成重伤的那个。哦，原来是他，我也认出来了。怪不得看着就烦。西门，留意你这大弟子，此子心性不佳。放心吧，毕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大弟子，总不至于害我。他说的轻巧，我心里却总觉不对。总之，你多加小心。今日怎的这么婆婆妈妈？但愿是吾多心了。自那次宗门大比后，天地盟渐渐有了名声。请问这里可是天地盟？我们是来拜师的。听说天地盟有弟子冲进了宗门大比前10。那位炼丹厉害的女修是不是就在这里？现在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都比完了，奖品都被人拿走了。要是早一点，指不定我们天地盟就能拿到第1名了。你都念叨好多天了，练功都不积极了。师妹，胜负已定，总不能一直困在这口气里。可是没有奖励就没有动力。
徒儿，往事已矣，要朝前看。可我就是不甘心。不是还有100年考核吗？那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那不是还有下一个100年吗？下一个？是啊，所谓100年考核，自然是每100年一笔。不然那么多宗门，难道仙界就给1次奖励，还不至于如此抠搜？对啊，还能再比。如此说来，师妹现在开始准备，正合适。前提是他别继续抱怨。师尊，等下一次，我一定让你去拿机缘。这才像样。我去练功了，谁都别拦我！俺也去，俺也去。跑慢点儿，别把药炉撞翻了。我去看看新来的拜师名册。求见天地盟掌门，晚辈愿入天地盟门下。还请收徒。前来拜师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道行高深的修行者。二师弟，带人去东院登记。得嘞。小师妹，你去看看谁适合炼丹房。交给我。我来核验根国和灵性。动作都快点，别让人堵在门口。整个天地盟前所未有的热闹。想起当初招募令发出去，10来个人看一眼就嫌漏走人的光景，如今再看，竟有种苦尽甘来的欣慰。宗门兴盛也。天地盟105年，3弟子率先突破神期化神期。哇，奇才也！这么年轻便入化神，天地盟当真了得。一般，也就比别人快一点点。小师妹牛啊！尾巴收一收，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师妹此番突破，确实足以震动各宗。天地盟140年，又有数名弟子接连突破化神。求见天地盟，晚辈愿拜入门下。听说天地盟修行法门极佳，特来求师。一时间，前来拜师的人又多了数倍。东院住满了，南边新来的先安置到偏院。新入门弟子的根骨、灵性、灵根属性我都分好了。后山还有一拨人排着呢。怎么又来这么多？我炉子都不够用了。这些年，大弟子与四弟子沿着吾当初定下的修行攻略推行宗门，成效甚好，但反对之声也渐渐多了起来。掌门德不配位，自己不过元婴中期，凭什么压着那么多化神期弟子？天地盟如今这般声势，掌门自然该能者居之。他们口中的掌门，正是吾的大弟子。大弟子受根骨所限，修为一直卡在元婴中期，再难寸进。可天地盟从吾今日，皆是他一手撑起来的。师尊，师弟们说的也有道理，掌门自然该能者居之。张嘴，把这壶丹药吃了。师尊，别白费力气了。我清楚自己的资质，能到如今境界已是大幸，再吃多少丹药都没用的。你是师尊还是吾是师尊？你知道的多还是吾知道的多？闭嘴！吃你的药，吃完去练功房等吾。是。片刻后，吾估摸着药效该发作的差不多了，结果还未到练功堂，半路就被拦下了。请师尊以宗门前途为重，重新任命掌门。重新个去！大师兄盖练功屋的时候，你们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才来宗门多久，就惦记掌门的位置了？什么居心？知不知道你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大师兄亲手盖起来的？忘恩负义！你们刚进宗门的时候，是谁给你们打点好一切？衣食住行样样周到，真是好心为了狗，狼心狗肺！
只要我们活着，你们就别想动换掌门的心思。天地盟的掌门只能是大师兄。都起来！依你看，掌门之位该由谁来做？徒儿不知，但徒儿知道，自然不能是资质不佳、修行之路不通的人。那你觉得你自己如何？若是师尊信任，徒儿定不负师尊所托。哦，原来惦记的是这个。掌门之位太小了，要不直接把师尊的位置给你吧。徒儿不敢。既然不敢，那就安心回去修炼。等什么时候敢了，再来同为师探讨你的想法。自那以后，再无人敢当面提换掌门之事。师尊，你这样偏袒不好，会带坏宗门风气的。本尊乐意。听闻天山之北有一赤龙妖兽，其妖丹炼化后有助于提升资质。三弟子准备丹炉。师尊，你要去取妖丹？俺也去。你去干嘛？添乱吗？赤龙属火，妖丹爆裂，取回后需尽快封存。还是你靠谱。此行还算顺利，妖丹拿到了。这么快？交给你炼化。弟子明白。天地盟145年，西门欢欢终于回来了。那卷狗总算舍得露面了。西门前辈回来了。哼，他还知道回来。距离上次宗门大比，已过去整整90年。吾去万剑宗一趟。师尊，怎么了？外面都在传，西门宗主得了仙界给的机缘，欢喜过度，运功时不慎走火入魔，疯了。不可能，他不可能走火入魔，定是出了什么要紧事。等吾赶到万剑宗时，宗门上下戒备森严，竟连进出都严控。尊师见谅，家师身体不适，不便见客。蓝无之人正是西门那个大弟子。90年不见，他竟连破2级，从元婴后期跨过化神炼虚，如今已到炼虚中期。这个进度，在修仙界前所未有。你的突破速度真快。得家师提携，去仙界走了一遭，侥幸得了些小机缘而已。这话说得轻巧，我却越听越心惊。吾与西门关系甚深，他不可能不见吾。师尊眼下神志不清，实在不宜见客。若无执意闯进去，尔等拦不住。好，那便请随我来。我一路跟着他，越走越偏，直到后山。你们居然把他关在这里！后山崖洞，多是万剑宗用来关押魔物之地，洞中遍布雷电法阵，而西门就在法阵中央，神色癫狂。尊师请看，家师不慎走火入魔，如今只能暂且安置在此处，以免殃及无辜。吾再看那法阵，哪是什么压制走火入魔的正经战法？分明都是刺激神魂的阴邪术法，像是生怕他清醒过来。叔尊且慢，家师现下神志不清，恐伤及尊尊，还请至尊在外看过一眼便罢。滚开！这副嘴脸，吾看着就烦。再拦，连你一起打。进洞之后，雷电法阵越发密集。滚！都给我滚！欢欢，是我，他也认不得人了。哼！法阵这贱鬼！杀！杀！老实点。
这脉象竟诡异至极，不像走火入魔，倒像是被人强行扭乱了经脉与神魂。吾先带他走。军师这是何意？我要给他疗伤。此乃万剑宗家事，还请仙尊莫要插手。小徒自会照顾好师尊大人。照顾？如此行径，是生怕你师父好起来，让你接着照顾。那吾怕是以后都见不到他了。这小子不说话，比开口更像心虚。再拖下去，欢欢怕是又要发作。道无者死！拦住他！身后万剑宗众徒紧追不舍，三弟子，奏人速来！得令。将西门带回天地盟后，吾先为他服了疗伤丹。灵力入脉，护住心脉。先修雷电灼伤。别碰我，杀了我！伤势能修，神智却始终紊乱，昏睡中。清心咒，气息总算稳了些，可他一旦醒来，又会复作癫狂之态。四弟子，过来看看。怪哉！徒儿虽不敢说博览群书，但看过的医书，没有8000也有10000，竟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脉象。难道真是走火入魔了？不可能，他昔日曾服用过灵之心，这辈子都不可能走火入魔。灵之心？可是那万年难遇的极品仙草灵之心，此物对心智锻造极有益处。若西门宗主用过，那倒确实不可能走火入魔。那灵之心是吾当年亲手采回，又亲眼看着他咽下去的，所以从一开始，吾便觉得此事蹊跷。师尊，那个万剑宗的大弟子怎么突然变厉害了这么多？这才多久不见，怎么进步这么神速？打输了？没，我刚发现不对劲，就开始摇人了。不就是比人多吗？咱天地盟现在有的是人。他虽然到了炼虚中期，但被一群化神期围殴，也实在够呛。总之，咱没吃亏。我还咬了他一口。你那是偷袭，打架的事儿能叫偷袭吗？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西门宗主被那个大红子抢了机缘？很有这种可能。那家伙看着就不像好人，怪会抢人东西的。若真如此，那西门宗主此番疯癫，恐怕也不是简单伤病。先把他安置到舞蹈堂，我去布清心咒。他若癫狂发作，清心咒压不住，便由吾亲自出手。明白？必要时再用昏睡咒。这倦狗可别真死我这儿了。带走西门后，万剑宗很快易主。听说也有反对之声，但很快就都消失了。孟宗主连并数宗，万剑宗势头正盛。万剑宗现已为仙盟第1大宗。呸！踩着师傅上位，还真给他装起来了。他坐上宗主之位后，便大肆扩张，来势汹汹，恐怕迟早要到天地盟，让门中弟子都提防些。没过多久，万剑宗的扩张就蔓延到了天地盟。龙宗主挟持扣押已入魔的万剑宗前任宗主，此举人神共愤。今日，本宗主前来讨个公道。你也配提公道？孟冉区炼虚中期，自然不足为问。可他身后站着的却是另外几大宗门的宗主，那些人与吴西门本是道友，同参与仙门下发的考核任务，实力境界皆不分上下。孟冉狼子野心，欺师背祖，竟将西门宗主囚于后山魔窟。吾此番前去，不过是搭救故人。他们一个个看着孟冉，却无一人替西门说话。西门欢欢早已遁入魔道，沦为魔修。本尊不过是除魔卫道，大义面亲。况且此乃万剑宗家事，不该由外人插手。识时务者为俊杰。若宗主愿交出厅中魔修，乃西门欢欢。师尊，别跟他们废话了，开打吧。一切自然好说。打不过呀。啊？打不过也得打。上！护住师尊，守山门。
跟他们拼了！斗天地盟，老娘剁了你们！东南卫，结阵！这一战打得极凶，对面人数太多，境界又高，吾与弟子们很快落了下风。先撤！撤！滚开！西门前辈，竟是西门从武道堂冲了出来，都给我死！他竟以一己之力，生生击退了众人。你们看，西门欢欢果然沦为魔修！魔修，正道不迟也！杀了他！糟了，中计了！孟然摆这一局，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坐实西门入魔。西门道友竟真的走到了这一步，连这些旧日道友眼里都只剩失望与忌惮。杀！杀！越来越勇，双目赤红，周身灵气也渐渐由白转红。师尊，他的气息不对，再这样下去，真要入魔了！一起上，先困住他。是。西门前辈得罪了。吾与弟子们联手，才勉强他困进灵泉深处。放开我！放开！欢欢，醒醒！灵泉灵气浓郁，勉强压住了他的造型。以往天地盟不知魔修的真实面目，宗主宽宏体谅，不予追究。还望天地盟早日醒悟，尽快交出魔修西门欢欢，两宗也好重修旧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孟然摆这一出，不过是要让所有人都亲眼看见西门已经入魔，如此，他那个宗主之位才坐得更稳。师兄，欢欢，他竟短暂清醒了一瞬，可双目仍是赤红的。师兄，快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别问了，师兄，你快走，带着你的弟子们逃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再回来。你把话说清楚。走，快走！吾与他原是同门，若非到了绝境，他绝不会对吾说这种话。欢欢，你看着吾，到底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别管，别再管了。吾追问无果，心神难免晃了一下。走！吾不防备，被他一掌击退数步。你，师兄，你输了。答应我，走得远远的，不要管这里的事。他只是在逼吾走。天地盟146年，宗门遇袭。天地盟包庇魔修西门欢欢，按仙盟令，当受围剿。风傲天天及其同党，若敢反抗，格杀勿论。师尊，山门守不住了。那群白眼狼，之前还上门求着拜师。要不是人太多，我非撕了他们。后山路还没被封堵，先走。最终，吾只得携几名亲传弟子奔出宗门。余下弟子，有的归降，有的四散。天地盟就这么被万剑宗抢占了。仙盟公告，重金悬赏魔修西门欢欢及其同党，知情者速报。再后来，我们落脚在一处荒山，杂草丛生，妖兽盘踞，倒也算清静。先搭木屋，不然今晚还得露宿。滚滚滚！这山头现在归我了。你再来一个，我砍一个。东南方位有灵草，西侧地脉下或许有矿。大弟子搭雾熬汤，20弟和3弟子驱赶妖兽，4弟子占卜寻宝，而吾的宗门没了。老子宗门都折腾没了，还不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师兄，你已经答应了我，不管这些事。又没说不许打听。你不该带着我一起走。
梦然不会放弃找我的。你只说了要走得远远的，又没说不能带你一起。师尊有时候确实挺会钻空子的。哼，这叫合理利用漏洞。服了四弟子新炼的清心丹后，西门眼里的血色淡了些，神智也渐渐清醒。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坏事。什么？那先前考核不参加也罢，做个无忧无虑的散修也蛮好的。这样的话从西门卷狗嘴里说出来，鬼都不信。这趟仙门之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他没有答，只呆呆盯着桌上的灵草汤。师兄，你说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除妖驱魔，护佑天下苍生。当初师父教咱们的第一课，讲的就是这个。难道你上天走了一遭，竟把道心丢了？护佑苍生，好一个护佑苍生！那若是历经万难终得正果，却成了他人的盘中餐呢？什么？师兄，若是这样，你说这仙还要不要修？吾那时便知道，仙门之上定有惊天肮脏。所谓仙门考核，宗门大比，只是为了挑选出天资不凡的修行者，然后将其炼制成丹药，以作上界仙者提升修髓之用。把修士炼成丹，这怎么可能？你说清楚。就像我们平日里用妖兽内丹炼药一样，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妖兽。用妖丹炼药，还得想法子驱除妖性和杂质；用修士却简单多，只需找到相符的灵根，就能炼出最纯的丹药，而且效用是寻常丹药的1000百倍。疯了，那群仙都疯了。那咱们拼死拼活修炼，到头来就是给人炖了吃？这一刻，吴竟不知该先震惊，还是先恶心。师兄，你可知为何其他宗门的宗主竟愿意听从梦然指示？他吃了仙界炼的修士丹。是，当初你让我提防点他，我还笑你多心。我们都以为他是抢了你的机缘，才提升得如此之快。原来不是机缘，是脏东西。师兄，你想知道仙界给的机缘究竟是什么吗？修士丹。不愧是师兄，好聪明。他们给了我一颗，说只要我吃下去，就能立马越过渡劫，跻身仙门。师兄，你知道那诱惑力有多大吗？只是捧着它，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庞大的力量，那种能让我瞬间渡劫飞升的力量。差一点我就忍不住吃下去了。那你最后是怎么忍住的？就是想到，要是我吞下去了，搞不好得被你成日追着打，到时候直接打，你又打不过我，指不定天天尽想些歪点子。想想就怪烦的。很有先见之明吗？这都能想到师尊，也是真爱了。我就说吧。闭嘴，别添乱。那后来呢？你怎么会被孟冉拘禁在魔窟？以你的实力，不应该。敢拒绝仙界，怎会有好果子吃？他们搅乱了我的周身经脉，强行激发出魔性，以示惩罚。孟冉这厮真是识时务，立刻就拿我开刀，来表忠心。我体内有灵之心，若非他趁我虚弱之际偷袭，将我关在魔窟中，再以咒法相击，我也未必会魔障这么久。若是将真相告知众人，没用的。为何？师兄，你想一想，你卡在大成期已经多久了？以你的天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卡了更久的人呢？炼气、筑基、给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仙途漫漫啊！苦苦熬到最后一步，只需一颗小小的丹药，就能跨入仙门，修成正果。
师兄，这样的诱惑太大了，吴京一时无话可说。何况，你以为各门宗主现在还不知情吗？归顺万剑宗，归顺孟冉，就表示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我的例子，就是用来杀鸡儆猴的，而孟冉，则是用来激励众人的。一个元婴期弟子，仅仅服下1颗低阶修士丹，便可连续突破2级。这样的例子，在修仙界前所未有。况且，即便所有修行者都知道了真相，又有何用？人人都想要修士丹，人人却都是修士丹，到时候只怕会更乱。这也太吓人了！若真如此，这已不是一宗一门之祸了。那咱们现在等于举世皆敌。欢欢说的没错，这事一旦捅开，未必能唤醒众人，倒可能先逼疯众人。此后，孟冉的围剿行动愈演愈烈。万剑宗又派出3队人马，正沿西北山脉搜寻魔修西门欢欢踪迹。仙盟多宗响应，追剿范围继续扩大。这帮人耍狗的吧？鼻子也太灵了！来一个砍一个，来2个我剁一双。木屋得再往里挪，痕迹都处理干净。孟冉似乎有些急过头了。他已经坐稳万剑宗宗主之位，为何还执着于找到你？难不成西门前辈身上有他想要的宝贝？我身上确实有他想要的宝贝。什么？师兄，我想到办法了。又想干什么？先不说，容我再想想。这厮一露出这种表情，准没好事。自那日起，西门每日缠着4弟子问东问西。若一个人天生适合入药，那毒从哪种草里提炼最稳妥？西门宗主问这个做什么？随便问问，长长见识。哦，那若想药性潜伏的久些，却在特定时机爆发呢？西门宗主懂得倒挺多。吴天的太阳穴直跳，没过几天，4弟子便溜跑到吴跟前。师尊，小生昨夜读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人为救同伴于水火，欲以身试虎。然后呢？然后虎没保，同伴先疯了。师尊，我好像也想到点事儿。懂了。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你们怎么来了？啊，我就是出来散散步。大半夜散步，手里还攥着毒草。我就说吧，这卷狗准在憋坏。巧了，我们也来散步。这草长得怪好看。拿来。不给。你给不给？给，别动手。押回屋后，直接3堂会审。堂下何人？为何半夜采毒？从实招来，不然大刑伺候。西门宗主，小生已经把那几株毒草都认出来了。你若再瞒，我们就自己猜。我真就是闲得慌。欢欢，师兄知道的，你脑子打小就不太好使，别费劲了，快点老实交代吧。就是。你装聪明真的很明显。当初我浑身经脉被搅乱之时，他们顺便改了我的体质。我现在可以直接被炼成修士丹。啊！什么玩意儿？竟还能如此！孟冉尝过修士丹后，定然接受不了自然修炼的速度。他急着找我，肯定是为了此事。若能借机毁了孟冉，绝了众人的念想，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所以你想把自个儿毒死，然后炼成丹，再把孟冉毒死，还真叫吾猜中了。你有病吧？这算什么破办法？你是不是被关傻了？哪有人拿自己去毒别人的？真到那一步，孟远死不死我不知道，你肯定先没了。且不说成丹是否可控，此计变数太大，
近乎自毁。唉，真是笨的，怪可怜见的。二弟子，若是遇到打不过的对手怎么办？当然是找师傅啊。对喽，谁还没个好师傅呢？可是，师傅他老人家不是早就羽化了吗？大不敬！哪里来的谣言？师傅活得好好的呢。喏，200多年前他给我传的信，说他将不日羽化，望我们莫要悲伤，安心修行。他还说，让我不要告诉你，免得你伤心过度。我这傻师弟，竟真信了200多年。傻孩子，师傅没有羽化，他把这信给每个弟子都发了一封。他说，谁信了，就证明谁脑子不太灵光，是个容易惹祸的苗子。这样即使将来惹出祸事，也不会想到去找他，能少很多麻烦。师祖，真乃高人。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先骂孟然，还是先心疼西门前辈。都心疼吧。西门宗主能活到今日，运气也算不错。你当初收到的时候，就没想着回去看看？师父信上说不让回，那你也没问问旁人。他说他不想让大家伤心，觉得我心思细腻，就只告诉了我一人。完了，真是骗得死死的。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的。犬狗居然也有今天。行了，收拾收拾，去找师傅。好，我倒要看看这位师祖到底有多缺德。小生也很想见识见识。真去啊？废话，有师傅不用，留着过年吗？于是，我们去了某座不知名的仙山，也见到了某位不知名的老头。尔等走错路了，前方右转，速速离去。师傅，别装了。滚滚滚！麻烦死了！师傅，你骗的徒儿好苦。哎，那谁能知道都这么久了，你还是光长修为不长脑子呢？哼！弟子拜见师祖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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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事情是这样的。师傅，仙界拿修士炼丹，孟冉欺师被阻，万剑宗和各宗都快被他带歪了。就这么点子事儿，还要特地回来一趟，这还叫小事？师祖大人，您去帮帮我们吧。吾年纪大了，走不动。我愿意背师祖大人。哼，就不去。这死老头还是一如既往的难请。我们缠了他数日。师祖，您看，我都给您垂肩了。师祖大人，您长得一点也不像年纪大的。师祖若肯出山，必能拨乱反正。师傅，滚滚滚，吵死了！结果自然是无果。直到某一练，他忽然亲自端来大量丹药灵果。来来来，都尝尝，为师新弄的。别吃！不妙。啊？可我已经吃了。味道还挺好。师尊，灵力在被牵引，快吐出来！完喽！少奇，众人便被强行丢进后山。吾新设了不少阵法，尔等慢慢享受。这也太阴了吧！师祖比师尊还不是人啊！先别好，准备应战。
有东西来了！四面八方都有杀气，我们被包围了。接下来便是连续数月的交战。还有完没完？这一批刚打完，怎么下一批又来了？守住阵脚，别散！东三角薄弱，先破那里。死老头果然还是这副德行，省点骂人的力气，多砍2只。师尊，我以前错怪你了。少说话，留点力气。这才只是个开始。天爷嘞！果然，又战数百回合后，众人的精神彻底被打空了。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不会等咱们出去，外面早就一片混乱了吧？若这里时间流速不同，倒还有一线希望。莫担心，此为极子空间，时间皆为虚无，不耽搁你们的事。是无心做成的，尔等福气不错，就连欢欢和天天也是第一次试用呢。我忽然有了种很不妙的预感，便把此时的进程设为1，到了100，尔等就可自行出来。师傅，徒儿错了，以后再也不敢来打扰您了。师傅，弟子也错了。什么意思？100是什么？师尊，你别吓我。师尊，说清楚。意思是，咱们得在这鬼地方熬完100个进程。什么？难怪师尊与西门前辈会是这副反应。再哭就掉到500。很好，世界清静了。师尊，要不咱们直接躺平吧？等他老人家心软了，说不定就放我们出去了。你想的还挺美。又来了！打吧，除了打还能怎么办？老规矩，我在前，师弟师妹补位。等出去以后，我非把这笔账一起算了。少废话，战！战，力竭，休息，再战。不知过了多久，久到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左边来了，知道了。砍吧。阵眼在上方。师兄，出去以后，先打孟冉还是先打师傅？按顺序来。出关那日，众人皆神情麻木。哟，出来了，去试试效果怎么样？若是不行，就再来找吴。吴这里还有进阶版本哟。不了不了。师傅，您老人家安心修行，徒儿无事，就不来打扰您清修了。弟子以后一定离您远点。师祖保重。咱们改日不见。您这进阶版本还是留给别人吧。师祖手段惊天，小生受教了。来嘛来嘛，别客气。若得空遇到你们的师兄弟，喊他们一起来啊。这个一定，一定一定。同门师兄弟自然有福同享。回去的路上，所有人都憋了一肚子火。先抢回天地盟，再去拆了万剑宗。孟冉来不及调度仙盟，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小生已推过方位，今夜移杀法，移夺城，那便回去清理门户。回宗门后，众人直接开战。天地盟弟子，随我杀回山门！
谁敢拦路，我撕了谁！守住东门，后入者截断退路。西南阵眼已破，他们撑不久了。先夺回天地盟，再乘胜追击，直取万剑宗。孟冉甚至来不及去仙盟找帮手，就被吾等打了个措手不及。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快杀回来？意外吗？逆徒见了师傅不跪。成王败寇，何来师徒？狗东西，你也配说这话？师尊，留口气嘛。留着，先别死。仙盟诸宗到！他们来得倒快。荣耀天天，你别太放肆！放肆的到底是谁？他们试图围攻，然后惨败。天地盟147年，龙傲天天携徒回归。同年，龙耀天天兼任仙盟盟主。西门欢欢重回万剑宗，叛徒孟冉押入狱中。爽！总算把这口恶气吐出来了。天地盟回来了，万剑宗也回来了。这一局，终究是我们赢了。又过数年，到了第二次宗门大比。天地盟155年，第2次宗门大比开启。夺魁者宗门可得前往仙界观礼之机。这回第一，必须是咱们的。嘿，狠狠干反他们！别轻敌，按平日训练来。吉兆在东，师师姐这次必有大运。最终，3弟子夺魁。师尊，我赢了！好徒儿，真给韦家长脸。这次轮到师尊去拿机缘了。自古仙凡不通，一朝渡劫成功，跨入仙门后便不得再回凡尘。仙界以考核为名，每隔100年打开一次仙凡通道。可如今，吾已知那通道后面藏着什么。师尊，这一趟怕是不简单。自然不简单。这一统兵，那俺也去。去。俺也去。谁敢动师尊，我先砍谁。小生也愿随行。师兄，求求你了，带着我一起去。不可能，你已经去过一次，若再去，便是打草惊蛇。我暗中扮作普通弟子。你当仙界的都是傻子吗？那我在下方做好接应总行了吧？这个可以。众弟子听令。天门开！开了，我们顺利抵达仙界。诸位下界俊杰远道而来，请入宴。这就是仙界啊！看着是挺气派。越是平静，越要小心。都跟紧师尊。龙宗主，请至近前。来了。天地盟教化有功，此为仙界赐下的机缘。多谢上位厚赐，吾笑着收下，实则只想借机寻找天道踪迹。师尊，左侧3人一直在看你，不止，后方那位也在盯着。还是惊动他们了。龙宗主，既得机缘，为何迟迟不服下？此等至宝，自然要细细体会。
不必体味，现在就吃。你们急什么？就是，赏东西还有逼人立刻咽下去的。诸位此举不合礼数。若真是机缘，何须这般催促？拿下，走！师尊，快走，我们撑得住。今天谁也别想碰师尊！小师妹，断后！老二，左边！阵齐！吾转身便逃。师傅说的没错，众神如此猖狂，定然是使了什么法子迷惑了天道。只要找到天道，一切便还有转机。拦住他，绝不能让他跑了！师尊，别回头，快走！我们还能撑！来呀，老子跟你们拼了！师尊，快去唤醒天道！于最后一刻，吾终于唤醒了沉睡的天道。天道，仙界以考核为名，实则挑选修士炼丹。那些所谓机缘，根本就是修士丹。众神欺上瞒下，拿下界生灵当药材，罪无可赦。放肆！尔等竟敢欺瞒于吾！神法降！天道大人，请听我解释。吾等之位解了。师尊，这边！这帮狗东西下手真黑，我尾巴毛都差点给烧焦了。先离开，此地不宜久留。走，回凡间。快看，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龙宗主，仙界到底发生了何事？没什么，就是他们待客太差，被天道收拾。对，吃个宴席，差点把命吃没了。诸位先顾好自身伤势，其余之事回去再议。有些真相不知道反倒更安稳。他们不知，差一点自己就要被炼成丹药了。想想都瘆得慌。不知也好，知道的越多，未必越安宁。此事到此，暂且只能压下。从仙凡通道下来之时，吾却没见到西门。西门呢？不在啊，他不是说要来接应吗？不会出事了吧？附近没有他的气息。若不是自行离开，那便是被人带走了。不妙，分头去找。是。仍不见踪迹，去万剑宗牢狱。师尊怀疑他逃了。他若还活着，就一定会去找西门。到了牢狱，孟然果然已经不在。这王八蛋！早知道当初就该直接宰了他。他服用过修士丹，心性早已异于常人。传令仙盟，全员出动，找西门，找孟然。仙盟令下，搜寻西门欢欢与孟然，凡有线索立即唤报。我试试，能找到吗？他身上有西门前辈留下的气息，很淡，他还能追。西北方，快走！追到时，还是晚了一步。炼化你之后，我就可以突破渡劫，步入仙门了。
猛然，师尊，你我师徒一场，你也应该很愿意看到弟子修成正果吧？你就安心的去吧，好助弟子一臂之力。住手！找死！放开他！炉火已起，快破阵！梦斩！龙宗主，你们还是来晚了，给我滚下来！我今天非剁了你不可！先救人！西门前辈，西门前辈！救出西门之时，他已双目紧闭，奄奄一息。周身灵气几乎散尽了。让开！西门，给吾撑住！师兄，闭嘴，别说话。这畜生怎么处置？绑回去。你们救得回他吗？你还笑？带走。师尊，西门前辈撑不了太久，先回天地盟。走，立刻回去。带回天地盟后，先安置西门，再提审孟然。我只是想成仙。你怎么逃出去的？看守不注意，我就逃了，然后一直跟着西门欢欢。等他护持仙凡通道，无暇分神时，我就偷袭了他。畜生！他到底是你师父？师父又如何？龙宗主，你去过仙界，拿过仙丹了。你想一想，那样强大的力量，你不想拥有吗？只差一点，只差一点，我就能成仙了。当初吾就说，该直接了结了他。偏西门念着师徒情谊，非要留他一命，还盼他回头是岸。回个屁头！差点把自己给回没了。孟然，你听清楚，天道已醒，再也没有修士丹了，也没有仙界的百年考核了。往后再想成仙，就只能踏踏实实的修炼。不可能！你骗我！你一定是在骗我！吾当着你的面斩了仙凡通道。没了，没了！那我这些年我做的这些都算什么？算你活该！算你报应！你亲手毁了自己，也毁了你师父。修士丹、仙门都没了。他自觉心脉了。哼，倒省得我们动手。挺好，省事了。至于那些曾通过梦魇知晓修士丹存在的道友，因未曾真正尝过，又亲眼见到通道被毁与梦魇的下场，渐渐也就淡了那份妄念，开始安心修行。吾将西门放入灵泉中，以丹药日日疗养。如此数年，师尊，西门宗主面色好多了，脉象平稳好多，只是神魂仍弱，尚需时日。再不行，我都懒得骂他了。醒不醒的，先活着再说。可他始终没有醒。一日，吾蹲坐灵泉边，喂兔兔喝水。乖，喝点，这水灵气足。怎的每回都这般难喂？别喂了，你不知道兔子不爱喝水吗？这声音，欢欢，师兄，我醒了。